古有桃园三结义，今有桃园机场三驱离。这句话最近在台湾网络上可谓火得不行。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桃园机场出了什么大事件？没错，而且还一出就是3件。台湾这次真的是发威了，3名中国籍配偶统统被驱逐出境，彻底胜利，大快人心。这就奇怪了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把人给赶走？故事可不简单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事情的起源要从3位来台定居的陆配网红说起。这3人可不是一般的家庭主妇，人家在网络上那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。其中最出名的一位网名叫亚亚，在台湾，湖南人，本名刘振亚。她嫁给台湾老公后搬来台湾生活，还在中国的抖音上开设账号记录生活点滴。本来当网红分享日常没什么不好，可是亚亚偏不走寻常路，她的影片内容开始夹带一些惊掉下巴的言论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亚亚曾经对着镜头兴奋喊道，也许明天早上醒来，宝岛上已经插满5星红旗，想想都让人开心。哎呀，5星红旗插满台湾，这话在对岸也许是爱国幻想，在台湾听了可真是3条线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还有更过分的，他拍影片说大陆武力统一，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，甚至嘲讽台湾，你台湾买什么武器都没用，还是乖乖回到咱妈怀抱比较现实。好家伙，这赤裸裸在鼓吹武统台湾呀！要知道，武统2字在台湾是大禁忌，绝对的不受欢迎。亚亚这几句话把台湾网友气得不轻，网友们心想，这是在台湾吃台湾，拿台湾身份好处，却在网上喊解放军来打台湾，哪里冒出这号人物？很快，亚亚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被人肉出来，新闻也开始报道，大家这才知道，原来他在抖音上粉丝将近40多万，是个小有名气的两岸网红。而他的言论早不是首次了，已经持续一段时间，只是许多台湾人之前不太关注抖音上的风向，没留意到，本来嘛，他讲那些统战味十足的话，大部分台湾人也看不到抖音，不知道就算了，可是难道因为看不见就当没发生吗？偏有热心的台湾网友看不下去，直接向政府单位检举了这事。于是台湾官方的机器开动了。今年2025年3月初，内政部移民署收到检举后展开调查，发现亚亚的言论还真不只是一般的政治意见，而是公然鼓吹解放军武力侵略，这可触犯了相关法律红线。原来在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相关办法中有明文规定，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定居，若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，可废止居留许可并限期离境。亚亚正好踩中了这条地雷。调查不是说说而已，移民署还通知亚亚来说明，跟他进行了约谈。想必亚亚当时心里也有点发毛了，他会不会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呢？结果调查完没几天，快讯传来，亚亚的依亲居留许可被正式废止。移民署依据调查事实，认定他的言行已经构成危害国安及社会安定之余，决定撤销他在台居留资格，并限令他在10日内离开台湾，5年内不得再申请。哇，这消息一出，可以说是震撼两岸。为什么说震撼两岸呢？因为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，过去从来没有因为网络言论而撤销陆配居留权的案例。台湾这边舆论一片哗然，许多人拍手叫好，干得好，终于对这种人在台湾大开方便门的行为出重手了。社群上甚至有人说要开香槟庆祝，称这是捍卫国家尊严的大胜利。一时间，亚亚被驱逐的新闻成了热门话题。而对岸也不淡定了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跳出来痛批民进党当局。发言人陈姓官员在记者会上气愤地说，台湾当局用尽手段，大肆打压持不同立场的声音，再次暴露其标榜的自由是假的，只允许台独的自由，虚伪又双标。简而言之，大陆方面指责台湾言论自由搞双重标准，不让亲中声音存在，听起来好像台湾变得很不民主了，是吗？可是这就有意思了，大陆官员的愤怒谴责在台湾几乎没人买账，反而激起更多反感。很多台湾人心想，我们平常对不同意见很包容，但你叫嚣要解放军来打我们，还想让我们护着你讲，
哪国的自由允许外来的人在家门口呼喊要把这个家给烧了呢？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就说了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例，过去碰到这种极端言论大多是善意劝阻，现在终于依法执行。就算在民主国家，外国人公开鼓吹暴力颠覆，一样会被驱逐。这话没错，世界各国都一样，自由再宝贵也有底线啊。而且许多台湾网友还反呛，请问在中国，若有台湾人高喊台湾独立，会有什么下场？不用想都知道，恐怕早就被请去喝茶，甚至关进大牢，哪还能上网当网红？相比之下，台湾只是撤销他的居留，让他回老家去，已经算很文明了。自由不是单行道，更不是你拿来伤害民主社会的武器。正如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所说，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更不是宣传武统、鼓吹侵略的挡箭牌。这句话直接戳破了亚亚的言论自由受侵犯论点。是的，亚亚面对被驱逐，当然不甘心，开始喊冤打悲情牌。他透过自己的社群账号发声明，强调我从没主张武统啊，我是清白的。哎，刚刚那些话不是你说的吗？难道我们集体幻听？他一边否认，一边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提起诉愿，要用法律途径自救。同时，他还在媒体前露面哭诉，说自己有3个年幼的小孩，如果被赶走，小孩就要和妈妈分离，骨肉分离好残忍啊！希望政府网开一面，让他留下来陪孩子。一下子从气势汹汹的武统主播变成泪眼汪汪的苦情妈妈，这转折之大令人瞠目。然而这招能博取同情吗？坦白讲，部分民众确实开始讨论孩子无辜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残酷？连一些平常立场亲中的名嘴都出来帮腔，像媒体人谢寒冰就替他说话，3个孩子都是台湾的小朋友，不喜欢妈妈的言论就要拆散一个家庭吗？这话乍听也有几分让人心软，孩子的确是无辜的啊。不过更多台湾人表示，当初他大放厥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孩子，现在才来博取同情，未免太迟。而且他真没鼓吹武统吗？民进党前议员梁文杰立马放出亚亚之前影片的片段打脸，只见画面中的亚亚笑吟吟地讲出宝岛插满5星旗那番话，铁证如山下。亚亚的喊冤显得苍白无力，法院这边更是火速驳回了他停止驱逐的请求，法官明确拒绝暂缓执行移民署的处分，意思就是限期一到，该走还是得走，没得商量。于是亚亚必须在3月25日前离境，否则就会被强制遣送出境。眼看自救无望，亚亚也只好准备收拾行李，他的结局几乎尘埃落定。但故事还没完呢，你以为只有他一个？错，先前移民署证实，他们接获检举的不止亚亚一人，还有另外2位陆配网红也在台湾发表了类似的言论。这俩人网名分别叫恩启和小薇。好家伙，一时间网友笑称出现了陆配武统3人组。古有桃园3结义，今朝竟仿佛出了个桃园3结义翻版，只不过这3人结的可不是义，而是一起走向被逐出境的命运。有人调侃，他们干脆在桃园机场义结金兰，结拜做难兄难弟。哦，不，难姐难妹算了。言归正传，恩启和小薇到底说了啥？据移民署调查，小薇在网络发布多支影片，妄称台湾满街上插的都是5星红旗，还有其他鼓吹武力、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内容，简直跟亚亚异曲同工，口径一致的夸耀祖国武力强大，幻想解放军挥师台湾。至于恩启呢，他在影片里大赞解放军军演如何展现强大军事实力，坚定维护国家主权，甚至直接来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话听着耳熟吗？没错，完全是对岸官方宣传词啊，仿佛中共新闻联播附体，照本宣科，如此明目张胆在台湾宣扬一中立场，还鼓吹用武力统一，让台湾人怎能不火大？于是这2人也被一一举报。起初恩启和小薇似乎没把警告当回事，在亚亚被查时，坊间就在传移民署后续还会锁定其他人，大家猜测的对象就是他们。有趣的是，小薇在那几天还特地发布了一支新影片回应风波。视频里，她手举红酒杯，
对镜头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高喊干干干了这杯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哎，这气势好像在说我才不怕勒令离境呢，来，先干为敬。至于恩启，据说也和小薇一起在网络上直播，两人互相打气取暖，表示自己是为了爱国承担后果，心甘情愿。他们甚至相约要搭乘同一班飞机，一起返回祖国，仿佛要把这场离别弄得轰轰烈烈一点。小薇还对着镜头称，回去很开心，也是一种光荣。好家伙，嘴上说的壮烈，难掩内心的失落吧。毕竟他们在台湾生活多年，有的也成家育子，如今突然被要求走人，怎么可能真的爽？果不其然，戏码发展到3月下旬，移民署正式宣布，恩启与小薇两人的居留许可也被废止，限期离境，5年内不得再来依亲居留。时间点几乎紧接着亚亚的事件，台湾政府这波操作堪称连续3杀，于是桃园机场3驱离成了网络流行语。有人搞笑总结，两岸难得意见统一，陆配3姐妹全部打包送回对岸。真的，这回真是两边网友站在同一阵线。台湾这边的民意就不用说了，多数人鼓掌叫好，赶紧走，不送，台湾不缺你们3个。而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，很多小粉红对台湾的决定表面上很愤怒，叫嚣台湾省自掘坟墓，迟早收拾你们。可是也有不少大陆网友其实看这3位陆配网红不太顺眼，他们觉得这几个女人跑去台湾享福，却整天在网上煽风点火博取流量，结果把自己搞到被逐出来，是咎由自取。有位天津网友酸溜溜地说，既然你全家都拿了对岸身份，最基本的尊重善意还是要有吧，一台湾饭一边骂台湾，这不是挑起两岸仇恨吗？还有人直接嘲讽他们是吃爱国流量饭，为了博眼球不惜当局势搅动者，现在被赶回来活该。甚至有热心的中国网民给亚亚出主意，姐，回来记得赶紧在居委会报到，用钉钉每天打卡，顺便申请一下3胎奖励，嘿嘿。这调侃味可闻出来了吧？表面是暖心攻略，实际上满满都是对他们的讥讽。所以啊，3位陆配网红把自己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，也是相当尴尬。他们原以为在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土地，可以为所欲为的发声，既能吸对岸粉丝，又能安享台湾的生活，却没料到最终弄巧成拙，自食恶果。这波戏剧性的反转，看得台湾舆论大呼过瘾。有网友笑称，他们不是爱喊统一吗？现在两岸人民难得的真正统一意见，统一把他们送上飞机886。所谓886，就是网络语拜拜啦。可以说，这3人凭一己之力，促成了两岸网民难得的团结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当然，玩笑归玩笑，这件事背后其实也引起不少严肃思考。台湾社会开始讨论，我们毕竟是民主国家，究竟要对不受欢迎的言论容忍到什么程度？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？尤其这次是用行政权力直接把人驱逐出境，手段可谓强硬。有法律学者就指出，亚亚他们的发言虽讨人厌，但毕竟没有付诸行动，也没真的做出什么颠覆破坏的事，是不是仅仅靠言论就构成危害国安，值得商榷？可是反过来说，台湾本地人要是发出类似呼应中共武力犯台的声音，虽说不会被驱逐，恐怕也有机会被依照国安法等法规调查，甚至起诉吧。只不过过去台湾因为捍卫言论自由，对这类极端主张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强制手段。如今面对外来的陆配，直接用移民法处理，倒是省去了漫长的司法程序。有人担心，这会不会开创一种对特定身份者差别待遇的先例？对陆配管很严，但自己人却可以随口乱讲。这一题值得后续社会讨论和监督。也有另一层面的顾虑，台湾将近40万在籍陆配，大多是遵纪守法、勤勤恳恳在台湾生活的，他们中绝大部分热爱台湾，也尊重台湾的体制价值。这几个网红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极少数特例。我们在谴责亚亚们的同时，会不会伤及无辜，让所有陆配群体都被贴上标签？陆委会方面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发言人特地强调，绝大多数新住民朋友认同台湾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，已在这块土地落地生根。
希望国人不要因为少数人的行为就对陆配产生敌意，我们要团结而不是内部分化，一起守护我国的民主自由。简单说，就是提醒大家理性看待，不要以偏概全。这番话很有必要，毕竟近来网上确实出现一些对陆配的攻击谩骂，有的人情绪上头，喊什么把所有陆配都赶走这种话，这可就过头了。台湾毕竟是一个法治社会，不可能也不应该做连坐处分，谁违法处理谁，绝不会无缘无故扫荡一片，这点请大家放心。从更大的国际与两岸局势来看，台湾这波对陆配武统言论的强硬执法，其实是整套反制中共统战攻势的缩影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大陆方面不断加码所谓法律战、认知作战。例如3月初，中国外长王毅公然在国际场合抛出联合国2758决议，确认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的论调。随即中国官媒发起话题，微博上各种中国台湾省刷屏，大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。更离谱的是，上百位两岸艺人在同一天集体转发台湾必归的宣传帖，其中包括不少台湾知名艺人。这在台湾内部也引发轩然大波，官方陆委会破天荒地严厉谴责这些唱和中共的少数台湾艺人，强调要调查有无违法。一时间，从艺人到陆配，所有附和统战言论的人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台湾政府此举其实是在向北京方面表态，你在打认知战、渗透宣传，我不再只是口头搓牙花子，我会动用法律手段回击。总统赖清德也提出要有完善制度，因应中共的渗透威胁。可以说，亚亚等人的案例正是台湾反击中共舆论攻势的一次试水与宣示。国际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和讨论，美国之音、金融时报等都关注到台湾首次撤销中国配偶居留的新闻。有的媒体解读，这显示出台湾捍卫主权和民主的决心。也有观察人士指出，这考验着台湾对自由的坚持底线。在全球其他地方，其实类似难题也存在。民主国家如何应对境内利用自由环境来宣扬极权主张的人士？就像印度一些评论就说，台湾站出来对抗中国宣传，给我们上了一课。面对邻国威胁时，要敢于划出界限。当然，也有人担心台湾此举可能被北京拿去做文章，渲染台湾迫害无辜大陆同胞，进一步挑动对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国际上不少舆论是同情并理解台湾的处境的。毕竟台湾正面临着巨大压力，稍有松懈就可能被对岸的锐实力见缝插针。与其等真的养虎为患，不如早点防范未然。说回这3位陆配的下场，截至目前，亚亚的离境期限已到倒计时最终阶段，恩启和小薇也在准备办理离境手续中。据悉，亚亚的孩子并不会跟他一起走，仍会留在台湾，由父亲及亲友照顾。想想也挺唏嘘的，一边是现实的家庭骨肉分离，一边他自己当初的言论又确实令人无法容忍。这种两难局面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当初他们懂得克制，不去碰那些高压线，安安分分过日子，何至于此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，他们选择了当所谓爱国网红，就得承担后果。正如梁文杰所说，或许有些人真的是受对岸指使，但大部分恐怕只是想蹭流量博关注，觉得迎合大陆市场能快速走红。现在政府要告诉大家，用这种方法博出名，政府不是不会管，而是迟早出手。这句话不仅是说给陆配听的，也是警示所有在台从事统战宣传的人，台湾的容忍是有原则和界限的。总的来说，这场桃园机场3驱离事件可谓高潮迭起，充满戏剧张力。从3位陆配网红在台张牙舞爪发表极端言论，到台湾社会群起反弹，官方雷霆出击取消居留，再到当事人态度急转直下，苦情求情，两岸官方和民间也展开唇枪舌战，最终以3人被逐一遣返收场。有人形容这像一出台湾捍卫主权的连续剧，而现在大结局已经上演，台湾方面大获全胜，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红线。同时，这件事也让更多人思考民主社会该如何自我防卫的问题。在欢呼之余，我们也提醒自己，自由与安全需要平衡，
不能让民主被极少数恶意所利用，但更不能让民主社会陷入自我瓦解的天真。毕竟，对手可是不择手段的。古有桃园三结义，兄弟齐心守天下；今有桃园机场三驱离，台湾上下齐声护家园。这三驱离的故事，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：别拿台湾的自由当软弱，别以为在这里煽风点火可以毫无代价。这次的主角亚亚、恩启、小薇已经用他们的经历证明了后果。下一次还会有人重蹈覆辙吗？看来在台湾生活的陆配乃至人都得好好掂量掂量了。台湾社会欢迎不同声音，但对于要消灭台湾的呼喊，绝不会姑息，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希望这个曲折离奇的真实事件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戏已落幕，余波犹在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吧。最后用一句网友的调侃作结：古有桃园三结义，今有桃园机场三驱离。这次台湾算是把对岸也给结义了一把，方法特别，意义深远。您说痛不痛快？反正不少人已经拍手叫好了。结局如何，大家心里有数。台湾人终于扬眉吐气出了一口恶气，而那3位小姐呢，只能打道回府，爱去哪里喊口号就去哪里吧。台湾这回当真发威了。